季思涵年少时有个念念不忘的白月光。白月光灵犀离婚回国的那天，我被遗忘在了一场瓢泼大雨中。大雨倾盆，我站在市场门口。接着，我拦了辆出租车，直奔机场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去哪儿都行，只要没有季思涵和灵犀。6点整，季思涵的车驶进家门，迎上来的是佣人，而不是他的太太陆雨晴。他这才想起自己本该去市场接他，但没关系，他的太太性子温柔，不会因为这种小事生气。7点整，雨停了，天黑透了，陆雨晴还没回家，季思涵有点心慌。他拨了他的号码，第一次无人接听，第二次、第三次再也打不通了。那场雨下的猝不及防，像天公打翻了一盆洗脚水。我狼狈地躲到路边屋檐下，看着雨幕发呆。1个小时前，季思涵说要来接我，可现在他连个影子都没有。身旁躲雨的姑娘们一个个被人接走，他们的男友或丈夫小心地把伞倾斜到他们头顶，温柔地护着他们。而我的护花使者呢？他可能正小心翼翼地护着灵犀吧，那个他年少时错过，如今终于离婚归来的女人。听说他婚后过得很惨，离婚官司打了3个月，母亲也刚去世。这段时间，季思涵愁得茶饭不思，叹气声比老旧风扇还勤快。今天是灵犀离婚成功回国的日子，早上季思涵一反常态，洗了个香喷喷的澡，换上最新定制的西装，领带上还有淡淡的曼陀罗花纹，很精致，很用心。就是那条领带，不是我买的。雨势不减，像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，可我的心却出奇的平静。我笑着对清洁阿姨招手，把新买的海鲜换了她手里的旧伞，看她笑得合不拢嘴，我心里居然生出点愉悦感。这伞虽然破旧，但能遮风挡雨，比某些人靠谱多了。我打车直奔机场，到了才发现我竟然无处可去。我唯一的亲人是外婆，可如果去找她，老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我受了委屈。算了，随便买最近的一趟航班吧，去哪都好，只要没有季思涵和灵犀。3年的婚姻，灵犀像空气一样填满了我的生活，我不想再忍了。临上飞机前，手机忽然响了，屏幕上季思涵的名字一闪一闪，我想了想没接。等铃声停了，我干脆利落地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。6点钟，季思涵回到家，他摘掉外套，却没递给佣人，而是搭在手臂上。太太呢？太太还没回来。他脚步一顿，这才想起陆雨晴说要去市场买海鲜，而他答应去接她。但灵犀在母亲墓前哭晕了，他心急如焚地把她送去医院，彻底忘了这回事。他看着窗外瓢泼的大雨，心里升起一丝淡淡的不安，陆雨晴会不会生气了？季思涵刚冒出他会不会生气的念头，就自己先笑了，开什么玩笑？他太太是什么人？温柔、宽厚，宛如天边的一抹晚霞，能包容他所有的迟到、失约，甚至忘记他的存在。先生，我看您淋了雨，还是赶紧上去泡个热水澡吧。佣人小声提醒。季思涵随口应了一声，脱下外套，想了想，又随手搭在了手臂上。太太回来，告诉他我在楼上。他走进浴室，水汽弥漫间，突然生出几分心神不宁。没道理啊，他能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他甩了甩头，闭眼享受这场热水澡。然而洗完出来，鼻子却有点发堵，感冒的征兆。他想去拿片感冒药，却在翻遍房间后发现医药箱不见了。奇怪，他看了看表，快7点了，外面雨停了，天却黑得更沉了。而他温柔宽厚的太太还没回家。他拿出手机拨通陆雨晴的电话，电话响了很久，无人接听。他皱了皱眉，从来没有过，他不会不接他的电话。他按下第2次拨号，这一次电话直接打不通了，心里那点子莫名的不安突然像被人点燃了一样窜上来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，继续拨了第3次，依旧是无法接通。空气凝固了几秒，然后他缓缓地打开了网页，随手查了一下，他被拉黑了。季思涵愣了一瞬，然后忍不住笑出声。他觉得他应该收回那句再没见过比他太太更温婉宽厚的人了。飞机在陌生的城市降落时已是深夜，信号恢复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陆陆续续进来几条未读消息。我扫了一眼，其中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你好，雨晴，我是灵犀，听说你和思涵因为我生气闹别扭，迟迟未归，我很担心，也很抱歉。我想我有必要向你解释一下我和思涵的事。他确实喜欢过我，但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。思涵一直喊我姐姐，我也一直把她当弟弟看的。因为我让你们之间产生隔阂，这真的不是我想看到的。没有人比我更希望思涵幸福。雨晴，收到我的短信后，可以给思涵回个电话吗？或者至少让我们知道你是安全的。我盯着屏幕，缓缓地笑了。如果真的很担心我的安危，办法有100种。季思涵的家世查个信息易如反掌。可我离家后，第一时间找来的不是警察，不是家人，而是灵犀。灵犀，那个以姐姐自居的女人，我已经厌倦了。我的人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，她都能比我自己更快知道，真是够了。我没有回复，但灵犀显然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。下一秒，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我叹了口气，心想这人是要跟我比耐心吗？行，那就接吧。电话那头出奇的安静，我刚想说话，就听到一声轻笑，然后是灵犀慢悠悠的开口：原来你也没思涵说的那么大度啊，真是能忍，3年了才开始闹腾。他顿了顿，随即换上了一种长姐如母的语气：陆雨晴，
既然你愿意主动腾位置，我会让思涵多给你一些抚养费。我真是笑出声。林小姐毕竟是过来人，经历过离婚官司，想来很有经验。那就劳烦你替我多争取点。如果钱分的多了，我请你喝咖啡。说完，我就直接挂了电话，然后手速拉黑，顺便设置了所有陌生号码拦截，省得他再来恶心我。陆雨晴离家的第3天，季思涵终于按捺不住，拨通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外婆电话。寒暄几句后，他小心翼翼地试探：“外婆，雨晴前些天还说想回去看看您呢，别回来，我身子骨硬朗得很，折腾什么？”季思涵握着手机站在露台上，眼前是西沉的夕阳，他的心也随着太阳一点点沉了下去。他竟然没回外婆家，所以这几天他去了呢。他转身回屋，视线下意识地落在妆台上，依旧整洁如初，但那把他常用的梳子却孤零零地躺在桌上。他拿起梳子，发现上面还缠着几根长发，他的头发一直又黑又顺，从不烫染。他盯着那几根发丝，忽然有些恍惚。这时手机震了2下，林夕。他皱了皱眉，接起：“思涵，我刚路过你家，看到花园里的蔷薇都谢了。”他的语气柔婉，带着点撒娇：“让花匠清理掉吧，真的很不好看呢。”不用。林夕显然没料到他的态度如此冷淡，顿了一下，又换了种温柔的语气：“思涵，你是在生我的气吗？这毕竟是你和雨晴的家，我不该多嘴。”他的尾音带了点哽咽。季思涵心头一软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姐姐。”林夕轻叹一声，雨晴还是没消息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回来。电话那头传来细细碎碎的抽泣声。往日里他定是要好好哄上一哄的，可这一次他心头竟莫名升起一丝烦躁。他忽然想起陆雨晴几乎不哭，唯一一次是新婚那晚，他哭得一抽一抽的，还有一次是他们结婚的第1年，他忘了他的生日。那天他在国外陪着林夕处理家暴官司，想到这，他心头的烦躁更甚。他拿起手机拨通了陆雨晴唯一的朋友雨晴。他没联系过我啊？对方惊讶地说道。电话挂断时，他的手微微有些颤抖。他点燃了一支烟，可烟刚碰到唇，他就想起陆雨晴的洁癖。他在家的时候，屋里从来不会有半点烟味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再次震动，这次是个陌生的座机号。往常这种电话他从不接，可这一次他几乎是第一时间摁下了接听键。喂，他的声音有些发颤。季思涵，是我，陆雨晴。不知为何，当陆雨晴那熟悉的声音响起时，季思涵一向惜字如金，此刻却罕见的炸了毛。陆雨晴，你都不是3岁小孩了，离家出走这种幼稚行为，是你这个年纪该干的吗？你知不知道传出去会给季家带来麻烦？对不起。季思涵攥着手机，顺手扯开领带，那股压在心口的沉重感竟也随之消散了些许。知道错了就赶紧回来。他的语气稍稍缓和。季思涵，我找你不是为了道歉。什么事？我寄了一样东西给你，按时间算应该已经到了。什么东西还要寄？你回家拿回来不就行了？陆雨晴的声音依旧温和。我不回去了，记得签收快递，看完之后如果没异议，你签个字。2天后我会再联系你，这个电话是借来的，你别再打，我接不到。季思涵的心刚刚放松了1秒，瞬间又提到了嗓子眼。陆雨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电话那头，陆雨晴沉默了一瞬，然后轻笑了一声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季思涵，嫁给你3年，我觉得有点不开心，所以我们离婚吧。”季思涵沉默，陆雨晴也没有催促，仿佛在给他时间消化。你现在在哪？这不重要。季思涵望着窗外渐深的暮色，语气微冷：“陆雨晴，你在闹什么脾气？”电话那端，陆雨晴没有再说话，只是轻轻笑了一声，然后挂断了。季思涵皱眉，立刻回拨，接电话的却是个操着方言的陌生大妈。他听不懂，只能道歉，然后挂断。夜色沉沉，他坐在房间里一动不动。3年的婚姻，陆雨晴就像45度恒温的白开水，她从不生气，不吵不闹，温声细语的像个修养极好的古代贵妇。所有人都喜欢她，以至于她几乎忘了这段婚姻的起点只是长辈之间的一场恩怨。而能借着这点恩情顺利坐上季家长媳位置的她，又怎么会真的温厚无害，毫无心机？季思涵走到梳妆台前，将一直握在手里的梳子放下，从镜子里看着自己，眉头紧蹙，眼底燃着一撮怒火。他向来冷静自持，如今却因这点小事连连失态。片刻后，他恢复面无表情，迈步下楼。林夕在客厅叫他，他只是淡淡应了一声，让佣人把今日的快递拿来。撕开信封，陆雨晴寄来的东西映入眼帘，林夕惊讶地低呼一声。季思涵面无表情地将离婚协议撕碎，丢进了垃圾桶。林夕轻拉他的衣袖，温声劝道：“思涵，雨晴应该只是闹脾气，她一向温柔懂事，怎么可能真想离婚？要不是因为我回国，她也不会这样赌气。”季思涵冷笑：“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是她自己不懂事。”林夕苦笑：“可我听说你们夫妻感情很好。”话未说完，他的眼泪忽然掉了下来。季思涵神色淡漠：“当初为什么娶她，别人不清楚，难道你也不清楚？”林夕含泪怔怔望着他：“思涵，真的是因为我吗？”季思涵没有回答，只是轻轻抽回自己的衣袖：“我有事要出去一趟，要司机送你回去，还是留宿？”林夕擦去眼泪：“我在这里等你吧。你和雨晴吵成这样，
我回去也睡不着。季思涵点头，吩咐佣人准备客房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林夕看着他的背影，又看了一眼垃圾桶里的碎纸，他咬紧嘴唇，缓缓坐在沙发上。季思涵为什么要撕掉离婚协议？他看起来根本没打算离婚。离开的那天我就知道，季思涵要找一个人易如反掌，只是看他想不想。所以当我在民宿楼下看到他时，并不意外。初秋的夜晚，他靠在车身上抽烟，一身浅灰色风衣，英俊的像画报里走出来。反观我，棉麻长裙，随手扎起的头发，拎着超市购物袋，毫无修饰，像极了季家老宅的勤杂工。刚结婚时，我偶尔还会自惭形秽，但如今早已想通，就像家常小炒不会出现在国宴餐桌一样，我和季思涵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他掐灭烟，淡淡看向我，我也放下购物袋，准备迎接这场不速之客的审判。他看了眼表，声音沉冷：“去收拾你的东西，30分钟。你签字了吗？”我伸手，离婚协议给我，我跟你回去办手续。他的眼神幽深，唇角勾起一丝讥诮。现在不适合对外公布我们离婚的消息，那就不公开，办手续就行。陆雨晴，你知道的，下周是公司周年庆，你得和我一起出席。他的笑意淡淡，却锋利的如刀。你挑的时机很精准，但你该清楚，我不是任人拿捏的性子。我沉默片刻，抬眼望向他，这个和我做尽夫妻之事的男人，却始终不愿给我真正的自由。男人似乎能把性与爱分得清清楚楚，可女人却总是做不到。那场暴雨没打湿我的身体，却淋湿了我的心。不过季思涵永远都不会明白这一点，因为他从未真正爱过我。如果你签字离婚，下周我会陪你一起参加周年庆，公司需要我做什么配合，我都可以。我看着他温柔地笑了笑，就像从前那样。季思涵，这对你没什么坏处。好。他看了我一会儿，终于点了点头。下周公司周年庆后，我会签字。我没有和季思涵一起回去，在公司周年庆的前一天，我悄悄回到京城，为了避免那些八卦记者胡乱编写什么婚变的谣言，于是他派车来接我，从机场直接送回婚房。当我下车时，林夕像个主人一样迎了出来：“雨晴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他快步走上来，握住我的手，眼眶红了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我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，衣服、首饰、妆容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得体、精致，就像每个豪门太太的模样，低调奢华，毫不张扬。我没有回应，只是把手抽了出来。林夕修得一双精美的指甲，手指上戴着一颗宝石戒指和一枚钻戒，而我手上什么都没有，婚戒早就摘了，连个茧子都悄悄长在了掌心。当初知道她的存在时，我傻傻的和她做过比较，可现在不管她多么美丽优雅，我心里早已不再波澜起伏。我没有再看她，也没有说话，拎着包从她身边走过。她有些尴尬，低头咬了咬嘴唇。佣人迎上来，想接我的包。太太，我来提吧。我微笑着避开了他的手。不用。佣人有些为难地看向季思涵，随他。季思涵淡淡说道，视线从我身上移开，迈步向主楼走去。但我没有跟他走，而是径自去了副楼。陆雨晴，季思涵终于不耐烦了，可能是因为我这样做当着这么多人面，太让他和林夕尴尬了。我没有停，也没有回头。现在我只想周年庆尽快结束，然后我这段婚姻也该快些画上句号了。我和季思涵手挽手走进宴会厅时，气氛已经到了高潮。他依然是那个温柔体贴的丈夫，而我依旧是那个温婉贤妻，受人称赞。在与人寒暄时，他十指紧扣着我，时不时的他侧头看我，眉眼间的温和仿佛要溢出。我低头一笑，从前那是发自内心的羞涩与喜悦，但如今我笑着，心里却是冷冰冰的。我讨厌这样的自己，也厌倦了这样的他，只希望能早点结束这一切。直到晚宴尾声，我面前突然端上了一道生鱼片，那淡淡的腥气竟让我胃里翻江倒海。我没忍住，匆匆站起来跑去洗手间，失态的呕吐了好一会儿。站起身时，眼前一阵发黑，直接昏了过去。再次睁开眼，已经躺在了医院里。季家的人早早就到了。季思涵坐在我的床边，他握住我的手，难得露出一丝愉悦的神情。雨晴，你知道吗？你怀孕了，刚好45天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温柔，像是怕我受惊，显得格外小心。那一瞬，我竟有些恍若隔世。季思涵这么温柔，实在是太久没有了。3年的光阴匆匆过去，温柔的时刻屈指可数。而这些年里，他与林夕的见面次数虽少，但每一次却温柔的无法掩饰。只不过那份温柔全是给林夕的，因为他是他爱的人。至于我呢，他的温柔从来不是给我的，如今也只是因为肚子里这个孩子。外婆已经知道了你的怀孕消息。她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笑容柔和。我已经派人去接她了。她听到消息时激动的都哭了。我躺在床上不自觉的流下泪。结婚3年，我始终没能怀孕，成了外婆心头的一块大石。但外婆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怀孕，是因为季思涵一直说不想要孩子，想先过几年的2人世界。她总是小心翼翼的避孕，可现在她怎么会这么高兴？季家人都离开后，病房里重新安静下来。季思涵端来一杯水，轻声说：“离婚的事不要再提了，你好好养身体，安心养胎。”
我推开那杯水，语气冷漠：“我不要这个孩子。”季思涵的脸色丝毫不变，他低头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：“你自己和外婆说吧，如果你舍得让他这个年纪还为你伤心。”季思涵以为我一定会为了不让外婆担心，继续委曲求全，可他忘了，外婆年轻时敢退婚逃婚，孤身一人跑到千里之外投奔亲戚，他敢干脆利落的离婚，还偷偷带走了唯一的女儿。如今虽然他年老了，外表显得脆弱与善良，与世无争，但我知道，如果他知道我和季思涵的事，他一定会支持我做出任何决定。季思涵放下了工作，开始全身心的照顾我。我在周年庆上晕倒，得知怀孕的消息很快传得沸沸扬扬，记者和媒体围在医院门口，堵得水泄不通。出院那天，季家的人来了，气势不小，大家都说我命好，嫁入季家，丈夫体贴，公婆疼爱，又怀了孩子，成了所谓的人生赢家。可说到底，世人评价女性是否成功，往往看的是她背后男人给予的那些附加价值，没有人关注她自己的真实内心，没人会在意她背后的辛酸和暗潮涌动。林夕已经离开北京了，她外祖那边要她回去常住。车里，季思涵握住了我的手，我早就说过，我和林夕之间可没有什么男女情长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。记得小时候，她为了救我，把额头磕破了，至今还留着疤。我那时候挺喜欢她的，现在她只是我当姐姐看的对象。陆雨晴，你真没必要为这种小事纠结。不过既然你介意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我以后不和她单独见面，也不会再有任何联系。季思涵握住我的肩，似乎想把我拉进怀里，事情就这样结束了。我们已经有了孩子，以后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说实话，我差一点就相信了。听说怀孕的女人体内会分泌一种特殊的激素，那激素让她不忍心伤害肚子里的小生命。这几天我有过矛盾、纠结、动摇的时刻。外婆也跟我说过，丈夫可以是别人家的，但孩子永远都是你自己的。说实话，那一瞬间我有点动心。也许这个孩子就是上天给我和季思涵的机会，毕竟哪个女人会亲手扼杀自己的孩子呢？我也不例外。然而就在我犹豫时，林夕找到了我。你知道为什么思涵从半年前就不再避孕了吗？我愣了一下，好像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季思涵似乎没有再特别避孕了，因为那时我就决定离婚了。你肯定会觉得我决定离婚，思涵应该更加小心避孕吧？林夕突然笑了，笑得有点刺耳，也有些凄凉。陆雨晴，我不能生，如果我能生，思涵怎么可能会娶你？你知道你的孩子是怎么来的吗？他不过是为了给我铺路才来到这个世界的。我本不该这么早告诉你这些，我应该等到孩子出生后再告诉你。但是陆雨晴，他的声音带着彻底毁掉一切的愤恨。我后悔了，宁愿毁了这条路，也不要你生下思涵的孩子。我坐在那里，感到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蔓延到全身，可我竟然没有哭，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我终于彻底放下了对季思涵的所有情感和牵绊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非要生下这个孩子呢？你不是这种性格，你看起来温柔、宽厚、隐忍、包容，但是你眼里容不下任何沙子。我突然笑了，林夕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陆雨晴，别恨我，我只是太爱他。你知道的，爱总是自私且盲目的。我没有回应，挂断了电话，站起来走到窗边。黄昏时分，花园里的蔷薇几乎都凋零了，一阵风吹过，最后一朵花也从枝头掉落，落入泥土。花落了，梦终究是要醒的。季思涵和陆雨晴最后一次一起吃晚餐的那天，她穿了一条浅绿色的裙子，那裙子似乎有些眼熟，她想了想，才记起来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陆雨晴就穿了类似的一条裙子。那时候的她刚刚与家族决裂，林夕伤心绝望的远嫁他国。她去见陆雨晴，本来只是想找个借口打发她，说了些残忍的话，陆雨晴就忍不住流泪。季思涵从来没见过女生流泪那么多，她的眼睛大得吓人，眼泪像是憋在眼眶里好久，终于一颗颗掉下来。她哽咽着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不知道你是被逼来见我的。”我这就回去告诉家里，解除这场婚约。她因为他的无情话语伤心的直哭，但还是一个劲道歉。季思涵看着她站起来，结果碰翻了咖啡，咖啡洒在了她的裙子上。她低下头擦拭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不知怎的，她的心微微一动，想到无望的爱情，想到嫁人的林夕，她竟然生出一种随遇而安的疲惫。你叫陆雨晴是吗？她愣了一下，点点头，是的。你想嫁给我？她攥紧裙角，嘴唇抿了抿，卷翘的长睫毛低垂下来，遮住了红肿的眼眶。她轻轻地点了点头，脸上涌现一片羞红。那就结婚吧。她猛然睁大了眼睛，错愕和惊讶写在脸上。可是你刚才……她笑了笑，靠在椅背上，慵懒地看着他。季家子弟个个皮囊出众，更何况那时候他还年轻气盛，多少带点风流倜傥。他看着他笑，他就羞得无地自容。只是逗你一下，雨晴妹妹，你可千万别去找我奶奶告状。他忙摇头，不会的，我不会告状的。说完，他的耳朵根都红透了，连眼神都不敢再瞟他一眼。约会结束后，他送她回家，下车时他牵了她的手。3个月后，他们订了婚。
7个月后，她嫁给了他。如今，他已经是他的妻子3年，肚子里还怀着他们的孩子。季思涵心中涌动着一种奇怪的情绪，这个孩子本该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，理应让他高兴，可这份高兴却夹杂着许多难以言说的情感。这些天，他总忍不住想，孩子会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当然，最好是男孩。那天的晚餐，陆雨晴亲自下厨。我本以为她会因为孕妇反应而整天窝在沙发上，没想到她倒是精神抖擞，做的饭菜还挺好吃。于是我在她的热情邀请下，愉快地吃了个晚餐，甚至陪她喝了点微醺的果子酒。毕竟孕妇喝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嘛。酒劲上来了，我开始有点恍惚地看着她，突然觉得她的脸蛋格外迷人。你今天化妆了？我问。她淡淡一笑，很轻，画得像个空气一样，但那口红颜色挺漂亮。我忍不住说，谢谢你夸我。她笑得像只调皮的小猫。然后我从背后走过去，站在她旁边，轻轻地低下头，鼻尖几乎触到了她那柔软的发丝，竟然有些恍若梦境的感觉。那一刻耳鬓厮磨，气氛一度有点暧昧。我让佣人把你的东西搬回主卧去。她没有回答，只是端起酒杯和我碰了碰，然后似乎是想着继续散步，她站起身来，慢慢地朝院子走去。我们在月光下的花园里漫步，四周的蔷薇花瓣飘落，脚下像是踩在轻柔的絮云上，她的裙摆随风轻轻摆动，画面美得有点不真实。我不自觉地跟在她身后，渐渐有些醉了。我觉得这样的时光真的是让人迷失其中。后来她到底有没有回到主卧，我没太在意，因为我的眼皮实在太重了。第二天中午醒来时，我摸了摸身边，竟然发现床铺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个枕头躺在那，她显然没再回来。我那时候并不知道，这一夜之后她再也不会踏入这个房间一步。做完手术后，我刚从医院出来，外婆在外面等着我，她将暖水袋贴在我的小腹上，手心温暖，紧紧握着我的手。雨晴，外婆带你回家，她说，声音里带着一丝安抚。她的身子已经有些佝偻，腿也不再如年轻时那般笔直，但她的手依然很有力，就像是给我无尽的勇气。当年我跟季家的人说过，不求什么报恩。她的语气变得沉重。外婆了解那些大道理。她顿了顿，看着我，眼中满是疼惜。如今到了这一步，外婆也不怪谁，只心疼你。我靠在她的肩膀上撒娇，心疼我，那就给我做一碗鸡蛋羹吧，好久没吃到外婆做的了，以后每天都做，天天做。外婆笑着答应。我们相依相扶走向医院的大门，阳光透过天空洒在我们身上，突然觉得温暖了许多。就在我转身时，我看到季思涵的车停在门口，她从车里走出来，脸色冷峻，眉头紧皱。外婆下意识地想护着我，但我轻轻摇了摇头。季思涵迈步走过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肩膀。陆雨晴，孩子呢？打掉了。我答得轻松。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的？陆雨晴，她的声音低沉，眼底翻滚着愤怒与痛苦。痛吗？就该痛。我慢慢伸手拨开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指，麻烦签字，把离婚手续办了。我不会和你离婚。她的声音像是冰冷的刀刃，一字一顿。我有些愣住，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。她一时沉默，突然电话铃声打破了这份静默。林夕，我听到她电话里传出的名字，心中暗自冷笑。她接起电话，脸色瞬间变了。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挂断电话后，她看向我，语气更急。陆雨晴，你等我回来，我们好好谈。我却不等她回来再谈，我转身去了顾夫人那里。没有隐瞒，没半点添油加醋，我将林夕说的每一句话原封不动地讲给了顾夫人。顾夫人当年并不接受不能生育的林夕，亲手拆散了她和季思涵的关系。现在我相信顾夫人心里最大的恨应该是林夕，而不是我。说实话，林夕的命运可真悲催，她想回到季思涵身边，但顾夫人肯定不会答应。而且她那句我不是宽厚的性子我倒是认同。我真小气，我希望那些我喜欢的人心里只有我，而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余生也别想过得安稳。顾夫人很果断，就如同她当年迫使林夕远嫁一样。这次她再出手，我和季思涵的婚姻很快结束了。至于林夕，季家老一辈的压力已经让她无法再像过去一样自由，甚至听说她为了重回季思涵身边闹过想不开的事。季思涵在医院守了她整整1天1夜，简直比那些看守病人的医护人员还尽职。而且听说她发了狠，决定要娶林夕了。哇，真是挺狠的，差点让我怀疑她是不是喝了假酒。顾夫人气得直接给了她2个耳光，还威胁要把她赶出季家。听起来好像挺严重的，但说实话，这些事情离我远得很。我现在唯一关心的是院子里的蔷薇花什么时候种上去。于是我跟着外婆回到了千里之外的小县城，决定重新修整一下外婆的小院子，准备来年春天种满院子的蔷薇花。正当我忙着折腾院子时，季思涵忽然出现了。哦，真是惊喜。但外婆大概不想见他，直接把院门关得严严的。他站在外面站了很久，直到凌晨才离开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出去拿牛奶，结果又看到了他。天寒地冻，他那件贵得让人咂舌的大衣穿得不合时宜，我则裹着外婆的棉袍，完全不顾风度问题。你看，我们2个人就像是2个世界的人，隔得远，差得远。邻居们都停下来看他，
那种目光简直比看明星还要炙热。毕竟，在我们这种小县城，能见到这么帅气又阔气的男士，简直是件值得流传百年的大事。不过，我没有多看他一眼，毕竟年少时我傻乎乎的被他的皮囊吸引，义无反顾的嫁给了他。结果，婚姻就像是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我做的选择，我得接受。季思涵一路跟着我，仿佛跟我有着不解之缘。我拿完牛奶去买了早餐，走回来的时候，他仍然跟在我后面，直到我走到院门口。雨晴，他终于开口叫了我一声。我没停步，直接推开院门，转身准备关上门。结果，他像个不速之客一样，迅速上前，一把挡住了门。雨晴，林夕明年春天就要结婚了。他说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没生气，反而觉得好笑。看看这男人，怎么一点也不懂得放手。季思涵，如果她真的是你明年春天的妻子，我还可以敬你一声男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继续说。不过，看你这模样，倒像是舍不得季家继承人的身份，而非深爱他。你根本不爱他，顶多是对他有点同情而已。其实我说的也不完全对，季思涵并不是真的那么爱林夕，也并非因为什么季家继承人身份。实话说，他早就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喜欢他了，年少的心动早已经被时间磨灭。他曾经动过心，觉得自己和陆雨晴的婚姻可以像一杯温水那样过日子，可他没想到温水也会变得寡淡。他后悔过，后悔自己当初的冲动，尤其是那个夜晚居然在异国的街头做出了不该做的事。可林夕也并不是什么好人，他直接告诉了陆雨晴，紧接着去掉了那个孩子。这一切似乎让季思涵的世界崩塌了。那一刻，他的内心只有一个想法，他丢了陆雨晴。他知道蔷薇花一旦凋谢，就再也回不到盛开的样子，而陆雨晴却永远都在他的记忆中，像那一束未曾凋零的花，隐隐散发着香气。每当他回到家里，佣人们还会提到太太，这让他感到刺痛。尽管知道他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他时常幻想，如果他当时没有忘记去接她，或者如果他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也许结局会不一样吧。然而历史已经不能重写，陆雨晴已经有了新生活，而他依然停留在过去，做着无谓的追忆。